30多年，沙特豪掷35亿美元从中国购买35枚东风3，直到今天也一弹未发，这是亏本了吗？东风3为沙特的和平又做出过怎样的贡献？我们知道，如今随着中国的军用无人机等武器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外贸的重要卖家。不过，提起中国军贸，很多人却津津乐道于30多年前出口给沙特的东风3导弹。毕竟那个时代能花如此高价在中国买到战略级武器，放在今天都很不可思议。1987年，沙特从当时尚未建交的中国手上买到了35枚东风3导弹，一枚价值1亿美元，总共35亿美元。不过，如今30多年过去了，沙特买的那一批东风3导弹还一弹未发，也未参与任何一场战争。同时，沙特也没有从中学到任何技术，目前也无法制造弹道导弹，甚至没有培养出一个完整的弹道导弹研究团队。而那批导弹早就过了退役时间。于是有人表示，从今天来看，沙特在中国做了笔亏本买卖，成了冤大头。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先说结论，沙特购买中国东风导弹绝对是明智，这一军事贸易保障了沙特国土安全30余年。提起沙特，我们的印象就是产油大户。事实确实不假，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阿美集团就在沙特。沙特不仅储量在当时是世界第一，而且非常容易开采。但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沙特富裕的石油也使其成为各国眼红的对象，尤其是沙特的邻居们。我们知道，中东一直被誉为是火药桶之地。冷战开始后，以色列便与阿拉伯国家进行了5次中东战争，相互之间大打出手，恨不得食其肉请其皮。80年代又爆发了2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打得热火朝天，3天2头就跑来找沙特帮忙。后来伊拉克和伊朗更是直接在沙特的家门口打起架来，正所谓殃及池鱼。没有军事硬实力的沙特开始对自己的国土安全感到担忧。同时，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反正就是中东地区危机四伏，谁也看不惯谁。再加上西方国家的不断搅和，中东就像是一个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沙特看到这一混乱的局势，深感自己很危险，心想我是很有钱，非常有钱，但掰开手指头一算，但除了有钱，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等方面都不行。面对以色列与伊朗的双重威胁，沙特虽然钱多得夸张，但也陷入了长期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焦虑之中。为此，1985年，沙特试探性地向美国提出了购买长矛弹道导弹的要求。这种射程只有120公里的战术导弹也需要试探，可以说沙特是非常卑微了。但对此，美国一口否决，就2字：不卖。沙特对此心知肚明，以色列也是美国的盟友，自然会从中作梗。没办法，只好另谋出路。就这样，1987年，沙特亲王哈利德·本·苏尔坦以到中国爬长城旅游为由到访了中国，中国对此也非常诧异。沙特自近代以来一直奉行着追随美国的政策，也并没有与中国建交。随后更令人诧异的事情就发生了，沙特亲王张口就是你们那战略性导弹卖吗？当然，沙特也清楚自己与中国关系并不太好，当下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只是试探性的问问而已。但中国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这可让沙特亲王终于长出一口气。如何稳定沙特在中东的地位，这下就有指望了。中国能够爽快地答应沙特购买东风导弹的要求，可以说十分奇怪了。中美关系本就暗流涌动，沙特又是亲美国家，为什么中国会愿意出售东风导弹给沙特呢？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就能略窥一二。20世纪80年代，中国财政处于相当窘迫的阶段。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也是工业化进程中重工业转向轻工业的关键时期。对于资金和资源可以说是相当的渴望了。198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20亿美元，而沙特送上门的生意很有可能让中国赚个几十亿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可算是雪中送炭，没有不卖的道理啊！并且当时中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大的一块肥肉，世界各国都争破了脑袋，希望在这个地区分到一杯羹。而中国当时的国家实力还没有办法在那些西方国家的手段下争取到利益。对于沙特的主动，中国自然不会放过在中东强化自己影响力的机会，这一波叫双赢。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出口导弹的经验，
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卖给沙特也是个问题。也许中国代表心里正在想的是5000万还是6000万，再贵点儿，沙特会不会不买呀？但根据沙特亲王后来的回忆录里提到的，沙特国王给他批了80亿美元的预算，让他前往中国购买东风导弹。当他听到中国提出1亿美元的单价后，甚至觉得比自己的心理预期低了不少，所以连价也没有还就直接敲定了。这也看出了沙特的财大气粗。当然，中国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就将自家的战略性导弹卖给沙特，为此提出了一个条件：导弹可以卖给你，但是发射导弹的发射钥匙必须由中国控制。也就是说，沙特没有权利自己发射导弹，只能在取得中国同意后才能使用。沙特一开始肯定是不同意的，我花了大价钱还不能自己用，哪有这种道理？但随后，中国代表将沙特亲王带到了中国导弹基地，亲眼目睹了射程2500公里的东风导弹从洞库中推出来，模拟进入发射程序。沙特亲王被深深地震撼到了，立马下单了35枚东风3弹道导弹。30余年的时间，虽然沙特的东风导弹从来没有使用过，但却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2500公里射程不可拦截，无法阻止，真正的单向远程打击火力。这让沙特在中东站稳了脚跟。又因为导弹发射钥匙在中国手里，外界一直流传着35枚东风导弹中有4枚特殊的蘑菇弹头，这4枚下去足以让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球上消失。所以这简单的一次军贸交易，为后来沙特在中东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时期，为沙特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增长赢得了时间。冤大头，这可能是沙特30年来做的最明智的决定。从购买战略级导弹的动机就可以看出来，沙特买东风3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参战，或者拿来作为进攻性武器，而是要买一份威慑力。可以说，东风3一旦未发，正是能够说明其作用。而在沙特买到东风3后不久，也立马起到了作用。1990年，萨达姆悍然入侵科威特，伊拉克10万大军不到10小时攻陷科威特，兵锋直逼沙特。而这个时间正好是东风3导弹转运到苏莱伊勒基地后几个月，萨达姆还在狂妄地叫嚣自己才是中东的老大，要让其他中东国家臣服。在这种情况下，东风3就派上了用场。当时沙特出现了东风3运往发射基地的画面，很显然这些画面就是给萨达姆看的。即使伊拉克兵锋再强，这些导弹也足以摧毁巴格达。而之后10万伊拉克大军果然不敢前进一步，直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伊拉克发动海湾战争。而事后苏尔坦亲王也承认，正是因为东风3的存在，使得当时萨达姆不敢对沙特造次。